谁在跟踪我？你也是被送来的。放开！我走错了。晚了。带着你的野种滚出去！我们苏家养你20年，不是让你丢人现眼的。妈，求你了，孩子出生后我马上走，现在外面在下雨。未婚先孕，苏家脸都被你丢尽了。今晚不走，我就打断你的腿，再扔出去。这就是我喊了20年大妈。好，我走。加油！已经看到头了，使劲儿！是个男孩，很健康。是个女孩，也哭了。医生，还有一个孩子。对不起，苏女士，第3个孩子胎位不正，缺氧太久了，已经没了心跳，保不住了。苏女士，你别太难过，你养好身体，以后还会有的。妈妈还有你们，妈妈一定会把你们养大，一定会让你们健健康康长大。苏小姐，你的出院手续有人帮你结清了所有费用，留了这个。那个孩子5年了，我查了5年，东东人间蒸发，那个孩子却可能在傅家。苏婉婷，面试在10点，还有10分钟，你先去会客室等。谢谢。我马上赶过去。苏小姐，安安又犯病了，现在在抢救室，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，费用要30万。妈妈，我会乖的，你不要担心。妈妈在这里，安安不怕。先天性心脏病，必须在1周内手术，费用先准备30万押金。30万，我连3万都拿不出。等妈妈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复试面试，那是我唯一的机会。可安安的手术……喂，东东，听说你女儿命悬一线，真可怜。你那个儿子现在可是傅家的小少爷，活得金尊玉贵。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还你？那孩子姓傅，叫傅波，深得傅老爷子宠爱。你拿什么还？拿你穷得叮当响的家，还是拿你快死的女儿？他在激我，但我必须拿到证据。你会付出代价的。那个孩子还活着，过得很好，那我就更要活下去，把他们全部抢回来。傅总，这是您要的文件。苏婉婷，竟然是你！这么多年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让他明天来复试，我亲自面。傅总，他今天面试缺勤，按流程已经取消了资格。我说，让他来复试。那天早上我醒来，他已经不在了，但那个味道，我还依然记得。傅帅，快来中心医院，你爸我出车祸了！我马上到。叔叔，你是来看我爷爷的吗？爷爷，那个老爷爷刚才帮我系鞋带，他是好人。这孩子的眉眼。安，回来。苏婉婷，你果然在这里。你是谁？我们不认识。 5年前，
博悦酒店的那个晚上，苏小姐忘了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右手腕的半月形烫伤疤还在吗？那晚你推我的时候，我抓到了你的手腕，那道疤很特别。他记得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的位置。副总认错人了，我这种底层单亲妈妈不配认识您这样的大人物。安安，跟叔叔说再见。叔叔再见。他否认的那么快，苏婉婷，但那个疤骗不了人。他查过我5年了，他为什么要找我？小兔崽子，这条街是老子的地盘，摆摊卖画，交保护费。我画了一整天，凭什么给你们？凭你爸妈没教过你规矩。找死！欺负一个孩子，你们也配叫混的？一模一样，跟我5岁那张照片一模一样。你家在哪里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妈妈说过不能跟人走。我叫傅帅，不是坏人。傅叔叔，那你帮我剪一下画好不好？那些是我给妹妹画的。画里2个小女孩，她说妹妹，可她长得跟我小时候一样。傅叔叔，就到这里吧。我妈妈不喜欢我带人回家，谢谢你救我。晨晨，你爸爸呢？我没有爸爸，妈妈说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不会回来了。没有爸爸。晨晨，上来。苏婉婷，你还要说你不认识我？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晨晨，你听妈妈说，以后见到这个人一定要躲得远远的，千万不能跟他走，听到没有？妈妈，他是好人，他刚才还帮我打跑了坏人。坏人会装成好人的样子，妈妈求你了，答应我好不好？他看到了晨晨的脸，他什么都会猜到了。我的孩子，我的第3个孩子。梁婷婷，帮我查一个人，苏婉婷，27岁，还有5年前在中心医院的生产记录。好的，副总。副总，中心医院5年前的生产记录调到了，苏婉婷那年确实在那儿生产，3胞胎2女1男，但记录上男婴标注为夭折，遗体去向不明。干办护士叫东东，当天辞职离职。夭折，东东。还有一条，苏婉婷入院时紧急联系人栏空白，住院费用由匿名账户全额垫付，一共20万8千。继续查东东现在在哪儿，查苏婉婷出院后5年所有社会关系。是，还有一件事，苏婉婷今天早上打电话来，说放弃复试的复试机会。他怕我，他越躲越有问题。把苏婉婷女儿的就诊记录也调过来。中心医院心脏外科，3天前挂了急诊。副总，这属于隐私。30万手术费他拿不出来，你觉得他会怎么办？苏婉婷，你5年前从我床上消失，5年后又带着我的脸的孩子出现，你以为躲就能躲掉？妈妈，饿啦，面马上好。这是傅叔叔帮我捡起来的画，他说画得很好，让我留着。晨晨，谁教你写这几个字的？我自己想的。妈妈，我们不是3个人吗？为什么是5口？因为妈妈还有个孩子丢了。妈妈不哭，安安在这里。妈妈，我们帮你找回来，我和安安一起。第3个孩子，傅波。如果傅帅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他会把你抢走。可我连你长什么样都只能在照片里看一眼。妈妈，是傅叔叔。去，但我要让他知道，孩子一个都不会给他。
你没吃早饭，手在抖。副总，我们之间不需要这种关心。短信里你说手术费，条件是什么？条件？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5年前博悦酒店那晚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。那晚我也是被设计，我们各取所需。各取所需？那你跑什么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你就不见了，连名字都没留。副帅，你查了我5年，就为了一夜情？副总未免太闲了。我不是闲，我是确定一件事。那天晚上你推我的手指甲划破了我胸口，第二天我胸前流了5道血。苏婉婷，你手上这道疤是当年烫伤造成的，但烫伤的形状和5道抓痕的位置刚好重合，你骗不了我。副帅，就算那晚是你我，又能说明什么？成年人各走各路，我不欠你。那这个呢？你什么时候？你昨天才见到他？昨晚他画画的时候，纸上有根掉落的头，我收拾他。今天早上家具出了结果。昨天他就在设计，从头到尾。钱我会按月打到你账户上。孩子的事，等安安手术结束后我再跟你谈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有一个条件。明天去富士上班，月薪5万，这是工作机会，不是施舍。你自己挣钱给女儿治病，会更心安。婉婷啊，安安进抢救室了，刚刚下病危通知书啊！中心医院抢救室，我马上到，通知心脏外科陈主任，现在就过去。如果安安没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她不会没，我在。暂时脱离危险，但必须尽快手术。苏小姐，如果费用没问题，我们今晚就可以安排术前准备。费用富士全包，用最好的方案。苏婉婷是我的员工，所有支出走富士医疗专项账户。副帅，为什么5年的独自硬扛，在这一刻好像全碎了？他醒了。我让保姆熬的排骨汤，趁热喝。副总，你不用每天都来。我来看我女儿，有问题。妈妈，傅叔叔为什么说你是我爸爸？因为我就是。安安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叔叔给我买小熊，还帮妈妈擦眼泪。妈妈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财务部那边我安排好了，你的职位是财务总监特别助理，直接跟我对接。这是钥匙，你办公室在我隔壁。他说的滴水不漏，可我分不清这是保护还是控制。9点前我准时到。新来的，财务部怎么跑设计部来了？新来的，财务部怎么跑设计部来了？你好久不见啊，苏小杰。哦，不对，现在该叫你苏助理了。
副总亲自招进来的，果然待遇不同。夏总监，这位是副总特批的财务特别助理，办公位在总裁办隔壁，我带他认一下路。财务特别助理，那怎么走到我们设计部来了？哦，走错了是吧？设计部和总裁办一个在东，一个在西，你这方向感可怎么给副总当助理啊？东东，你偷了我的孩子，还敢在这里站着跟我说话？偷？苏小姐，你搞清楚，那个孩子在傅家活得金尊玉贵，吃穿用度都是你这种穷酸女人一辈子供不起。我是在帮那个孩子，把富婆还给我，还给你。苏助理，你刚入职就说胡话，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大家别见怪，新来的嘛，业务不熟可以慢慢教。对了，正好有个急活，城南分公司的对账报表乱了3年，总部没人敢接。苏助理既然是副总特批的财务人才，这件事就交给你，3天把3年烂账理清楚，做不完自己跟副总请辞吧。他再逼我滚出复室，这样他就安全了。好，我做。东东给你的那堆烂账，去年审计部7个人做了2个月都放弃了，你一个人3天，他这是故意整你。帅，你知道东东是谁吗？5年前中心医院就是他亲手把我的儿子从产房抱走，告诉我孩子夭折了。你现在告诉我他在你公司当设计部总监？他在复室干了4年，是我爸招进来的。他说他是专业设计背景，从来没提过在医院工作。那现在呢？副总查不查？还是说你爸招进来的人你不敢动？你给我听好，从今天开始，东东的事我来查，你负责把账理出来。3天后，我不管你做完没做完，他都会从这个公司消失，信不信我？我凭什么信你？凭我5年前那晚之后没有一天停止过账，凭我昨天亲口对安安说我是他爸爸，可现在心跳快得失控。傅帅对他动了真格的了，那我的计划……吃了再算。第3栋楼的业务往来账我已经让人调了电子，省去你翻纸质。不用，我快找到关键线索了。傅帅，你看这里，城南分公司3年前有一笔支出2600万，走的是设计部立项，但签批人是东东，收款方叫瑞成医疗，一家空壳公司。瑞成医疗，我查过东东的背景，他没有任何医疗相关的从业记录。他有，5年前他就是医院的护士长。这笔钱会不会是买通医生的封购费？这笔账的日期是你生产后第3天，全部走的是傅市长。所以傅家的人有人帮他付了这笔钱，是傅小梦还是傅帅？你爸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会查清楚。吃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苏助理，3天还没到呢。你是来交辞职的？城南分公司3年前的支出账单，收款方瑞成医疗，注册地在江州，法人是一个叫赵刚的人，身份信息是伪造的，但账户流水显示，这笔钱到账3小时后转进了另一张卡，那张卡的主人东东，是你吧？你查我的账户，谁给你的权限？2019年7月15日，你名下账户入账1200万，备注栏写着劳务报酬，2600万吞了一半，你胃口够大的。苏婉婷，你活腻了是不是？你以为你找到几张破屁纸就能扳倒我？傅小明老爷子认准了我，没有他点头，你这些东西就是废纸。那傅帅呢？他点头够不够？东东，我刚从老爷子那里过来，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什么瑞成医疗，也不是你3年只走了2600万。夏总监，你私刻老爷子公章，伪造签批文件，涉嫌误侵占3200万。他说他从来没见过什么瑞成医疗，也不是你3年只走了2600万。夏总监，你私刻老爷子公章，伪造签批文件，
涉嫌物侵占3200万，外加偷盗婴儿、拐卖儿童。你选一个罪名跟我去警局。傅帅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连你爸的面子都不顾了。你偷了我儿子，还跟我谈面子？东东，3分钟之内，你要么说清楚钱转给了谁，孩子被谁买走，要么我现在报警，你下半辈子在监狱里过。你以为抓了我就完了？买孩子的人是傅小东的妻子赵明，她当年不能生育，花3000万买了一个男婴，取名傅波。你们抓我！抓我！傅帅，你就要亲手把你继母送进监狱，你爸会放过你吗？傅波是傅帅继母买的，那傅帅自己也不知道。你早知道了。东东，你说赵敏买的孩子，证据呢？证据，傅总，你以为我傻到不留后路？转账记录、合同复印证、交易中间签字，我全都。你报警抓我，这些东西3天之内就会出现在每一家媒体邮箱里。标氏集团总裁系母涉嫌拐卖男婴，傅家豪门遮丑不被私配。他在用媒体威胁你。条件呢？第一，撤走对我的调查，那笔2600万当没发生过。第二，苏婉婷从傅氏滚蛋，再也出现。第三，傅帅，你娶允。你疯了！我偷走你的儿子，把他卖给傅家，再嫁进傅家成为他的继母，多完美的玉环啊！苏婉婷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东东，你听好了。第一，钱我照查，你1分都跑不掉。第二，苏婉婷从今天开始升任总裁特别顾问，全公司她最大。第三，嫁给一个罪犯，我还没见到这个地步。杨婷，报警！经济犯罪侦查科涉嫌职务侵占3200万。另外通知媒体部准备声明，傅氏集团举报内部贪腐，绝不姑息。傅帅，你不管赵明和你爸的名声了？我管孩子，名声，他自己选。他自己选的。傅帅，他在你家5年，我每次想到他被偷走，都以为他在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受苦。他没有受苦，赵敏对他非常好，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。他性格开朗，身体强壮，傅家上下都宠他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的孩子被当成你的弟弟养了5年。他喊你哥哥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觉得不对劲？允琛喊了我5年哥哥，我握住他的手教他写字，我带他去游乐园，那些全成了别人的父子时光。苏婉婷，我发誓我不知情。如果我知道允琛是你生的，5年前那天早上我绝对不可能让你走。可是怎么办？现在揭穿允琛会怎么想？他以为自己是傅家亲生的孩子，养了他5年的奶奶成了偷他的罪犯，他会恨我们的。景深，你和这位小姐说的话，我刚才在监控里全听到了。爸，你是5年前在街上救我那个姑娘吧？那天你帮我止血，帮我叫救护车，我一直记着你的脸。允琛的事儿，东东他没撒谎，赵敏却是花3000万从他手里买的。我昨天才知道。对不起，我傅家欠你的。我带你回家见允琛。妈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会怕，你控制一下。我知道，我不吓他。景轩，你带客人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妈，她不是客人，她是允琛的亲生母亲。
哥哥，什么是亲生母亲？允琛，我叫苏婉婷，你愿意让我抱一下吗？你眼睛红了，别哭，我分你一块巧克力。景深，你爸跟我说了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，但允琛是无辜的。苏小姐，这孩子从小养往在我们家，情感上割不断。我不求你原谅我妻子，只求你别当着孩子面闹。您买走他的时候，知道他有亲生母亲在找吗？东东告诉我，说你是未婚先孕，不要这个孩子才卖掉的。我太想要一个孩子了。他两头骗，卖了我的孩子还要嫁祸我不配当吗？允琛，你愿意跟我回家住几天吗？家里还有哥哥和妹妹，他们跟你一样大。你是我妈妈吗？是。那我跟你回去，但奶奶一个人在家会害怕，你要答应我，我会经常回来看她。哇，跟哥哥长得一样的。你是谁？我是傅波。苏婉婷说我是她儿子，那你就是我哥哥喽。我还以为妈妈老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哭，原来真的是你。弟弟，我的小熊送给你，以后我们3个人一起睡。傅帅，谢谢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把他抢走，谢谢你让我带他回家。雅芝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东东想利用我，但他说的对。允琛叫了我5年妈妈，我不能让她被别人抢走。老傅，你帮帮她吧，帮帮我。苏婉婷是救命恩人，但允琛，我也舍不得。不用多做什么，只要让苏婉婷自己放弃抚养权就行了。她穷，让她拿一笔钱走人。她女儿还要手术，对吧？这件事不能就这么了了。苏小姐，能借一步说话吗？邵太太，如果您是想谈允琛的事，我没什么可跟您谈的。 5000万足够你女儿做最顶级的手术，剩下的开个小店，安安稳稳把孩子养大。条件只有允琛的抚养权归我，你签放弃声明。邵太太，5000万买我肚子里掉下来的肉，您当年花3000万买走它，现在加价到5000万，生意做得挺熟。他开口叫的第一个人是我。 你知道他发烧整夜抱着谁的手不放吗？你知道他第一次走路跌进谁怀里吗？这些你一样都没参与过。是您把这些从我身边偷走的，赵太太，我不会卖孩子。你要是真想合法争取，去告我，我奉陪到底。他在笑。东东偷走他的时候还才3天大，原来他长牙是这样的。赵太太。 这些照片能给我一份吗？苏小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允琛在傅家受到的教育、生活条件、人脉资源是你给不了的。你忍心让他跟你挤在城中村那间小房子里？你忍心让他看着妹妹住院掏空所有钱？你签字，孩子还是你的，只是我来养，你随时可以来看他。妈，你拿着支票来医院，是要买我儿子的命？
父帅，我是为了傅波好。哟，一家人开会呢，怎么不叫我？你被保释了。经济犯罪和拐卖是2个案子，前者我交了保释金，后者还在调查。赵太太，我只是来提醒你，如果苏婉婷不签放弃书，那接下来媒体的爆料里，可就不止你干的这件事儿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当年你转账给我的3000万，是通过富士设计部走的立项款。你说，如果媒体知道富士集团挪用公款买婴儿，股价会跌多少？傅晓明那张老脸往哪儿搁？东东，你拿这些威胁他，不就等于告诉所有人你参与了策划和转账？你已经被立案了，再爆一个雷，你算过吗？赵太太，这张纸我本来想签，但你拿钱和照片威胁我时，我想明白了，孩子不是交易品。你要看他，随时来我家看，我不会拦，但抚养权我不让。我穷，但我穷的有骨气。从今天起，苏婉婷和3个孩子由我全权保护。妈，您回家。东东，你再出现在医院方圆500米，我让你保释金直接打水漂。为什么不签？5000万，安安的手术你后半辈子都不愁了。因为我通了一件事，这5年我什么都没有，也把他们养大了。现在有你站在我身边，我更没什么好怕的。苏婉婷，等安安手术做完，我们去领证。你说什么？本来想过段时间再给，但今天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扛。赵太太已经动摇了，你最好把剩下的筹码拿出来。陈主任是国内顶级的，我全程盯着，他不会有事。我知道，但安安推进去之前对我笑了一下，说妈妈别怕，他从来都是这样安慰我。哥哥，妹妹会出来的。我奶奶说过，手术室里的灯亮了，就代表医生在拼命救人；灯灭了，就代表救完了。你怎么什么都懂？因为奶奶每次生病，我都陪她去医院的。她的童年全是赵明给的陪伴，我连她第一次走路都没看到。患者术中大出血，血库匹配的 O 型 Rh 阴性血存量不足，你们谁是嫡亲属？需要立即抽血。你们谁是嫡亲属？需要立即抽血。我是他妈妈，但我不是这个血型。我是，抽我的。安安是我女儿，我的血能用，你在这等着，别慌。够了，马上送进去。5年前你没看到他的第一眼，今天你得撑过去，
爸爸在这儿。手术成功，孩子现在送去监护室，24小时内微签期过去就能转普通病房。谢谢，谢谢您，主任。路过让他跟家属做个告别。苏婉婷，恭喜啊，女儿活下来了。不过我走之前送你一份礼物，你猜猜赵敏这5年为了留住允琛，在她出生证明上填的是谁的名字？东东，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保证你进去之后终生不能保释。出生证明写栏写的是赵敏的名字，也就是说，在法律上傅波根本不是你的儿子，你抚养权官司都不用打，直接输。允琛，你奶奶给你上户口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医院办的出生证明？奶奶说我是她生的，她给我看过一个绿色的小本，上面有她的名字。东东，你算准了这一天。副总，你的女人现在连孩子的合法母亲都不是，你娶她就是个笑话。傅叔叔，你快想办法！杨婷婷，我要调赵敏名下部全部档案，包括5年前所有出生证明和落户记录。加急，今晚之前我要看到原件。收到。法律上不是你儿子，我把他变成法律上是，后天就去民政变更。赵敏敢作假，我让他10年吃牢饭。苏婉婷，你信我？明天早上法庭见。爸妈，出生证明我已经拿到原件了，你们干的事起码3年起步。今天我来是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主动去民众变更，否则我直接起诉。景深，我养了他5年，你就不能给我留一点体面？体面？你篡改我儿子的出身，让他从合法母亲变成罪犯，这也叫体面？景深，你妈做错了，我认了。但苏婉婷那边，她能同意变更吗？她签了同意书，条件是允琛每周回老宅住1天，逢年过节一起过。她说孩子不能恨奶奶，她要让她知道您也是爱她的。她真的这么说？妈，您偷了她的孩子，她现在还肯给您留一个探视权，您知不知道这有多难？您当年失去生育能力时有多痛，她失去孩子的5年就有多痛。我去改，今天就去，我认罪。傅景深，妈妈，傅叔叔成我爸爸啦！哥哥，他本来就是我们爸爸呀，奶奶亲口说的。安安，你现在有名分了，叫声爸爸听听。爸爸。爸爸在的。5年了，这3个孩子终于有完整身份，但我心里始终有个疙瘩。东东说的出生证明只是一部分，他背后还有谁？苏小姐，今天有人来学校门口打听晨晨，说是什么远房亲戚，我不认识就让他走了，但你注意安全。远房亲戚？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亲戚。有人在查晨晨，我安排保镖24小时跟着你们。不是冲晨晨来的，是冲傅帅儿子这个身份来的。东东背后还有人。副总，东东那边有新情况，那边反馈，昨天有人以律师身份逝世，但没有留下备案记录。监控拍到一个人影，身形很像您继母的弟弟赵明。赵明，当年嫁进傅家，赵明也跟着沾光进了傅氏子公司当副总，后来贪了2000万，被老爷子拿刀追着打，连夜跑了，5年没了音讯。东东能把允琛卖给赵敏，中间一定有牵线的。去查赵明现在的落节点，
找到不要打草惊蛇，我要活的。另外，从明天起，婉宁上下班接送孩子，全部走复式 VIP 通道，保镖轮班盯。明白。对了，副总，还有一件事，苏小姐今天收到一条陌生号码短信，内容是3胞胎的第3个终于团圆了，恭喜啊！号码查过了，是虚拟号。副总，赵明的落脚点查到了，在隔壁青州市一处旧厂区，他化名王勇，开了家物流公司，法人是他情妇。另外，这条境外短信的 IP 经过3次跳转，最终落在一个人的名下。谁？东东的亲弟弟夏鸿飞，3年前偷渡出境，在东南亚做电信诈骗。他用的号码和这条短信的归属地一致。夏鸿飞，也就是说，东东在狱里还能遥控他弟弟。不止遥控，夏鸿飞负责技术手段，赵明负责地面接应。这条短信是想告诉你，他们知道允琛回来了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把允琛再抢走。但他们的目标不是孩子，是我。赵明当年被老爷子赶走，一直怀恨在心。现在他知道我有了软肋，你和孩子就是他的突破口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报复傅家。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报复傅家。允琛只是他们布局的棋子。傅帅，我不躲了。东东偷儿子的时候，我什么都没做对，但这次我要当面问清楚，赵明想要什么。去可以，我陪你去。定位器24小时开着。苏婉晴，这次我们一起去掀他们的底。找谁？找他，告诉他，傅帅带了人来见他。5年前跑路的债，今天当面算。哟，傅家大少爷大驾光临，这破地方也能入你法眼？短信是你让夏淑夫发的，允琛的事，你从头到尾策划了多少？短信是你让夏淑夫发的，允琛的事，你从头到尾策划了多少？策划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东东找我姐买孩子，我牵个线，抽了点中介费。后来我姐把钱给我做生意，我卷钱跑了，就这么简单。简单？那夏辉峰呢？你俩联手发短信吓我，也是简单？你就是那个被偷了孩子的妈。东东跟我说你是个软柿子，一捏就烂。现在看来他眼神不行。赵明，我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你配合我指认东东的全部犯罪事情，你当年的贪腐帮压下去，付追追；第二，你继续跟他绑在一起，等他判下来，我把你和夏飞的往来记录也递上去，你选。傅帅，你以为我来青州是真开物公司？我在这儿蹲了3个月，把你老婆孩子的所有行程摸得清清楚。你今天能走出这个仓库，明天就有一份完整的傅氏总裁私被仇家绑架的剧本发到各大媒体。你今天能走出这个仓库，明天就有一份完整的傅氏总裁私被仇家绑架的剧本发到各大媒体。你动他们一根头发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傅帅，你赢不了我，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景深，放手！他故意激你动手，仓库外有他的人在拍视频。赵明，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明天开始，你的乌龙宫社会因为逃税被查封，你的情妇账会被冻结，你在这青州待不下去，等你无路可斗了，我在富士等你来谈。姐，傅帅找到我了，他说要查封我的公司，按你计划来，现在就动手。按你计划来，现在就动手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带你去。不，该去。
赵明说什么都查清楚了的时候，我反而松了一口气。知道敌人是谁，比不知道强。副总，赵敏太太刚才被人从老宅带走，监控显示一辆灰色面包车，牌照是青州的。老爷子已经急得昏过去了。苏小姐，晨晨和允琛放学没回来，老师说被一个自称舅舅的男人接走了。安安吓得在哭，我拦不住呀。林毅，调取幼儿园和学校全部监控，封锁全市出城抢案。灰色面包车、青州牌照，给我接住！他们把晨晨和允琛都带走，我的孩子。若曦，我发誓，天亮之前把他们带回来。我发誓，天亮之前把他们带回来。孩子啊！赵哥让我把人送到城西老码头仓库，半路换了车，我不知道现在在哪儿。换车换的什么车？什么颜色？车牌多少？白色金标，车牌挡了。赵哥说有人接应。城西老码头只有废弃仓库。林毅，调监控看白色金包从哪条路进的码头区。收到。另外，赵敏太太刚才来电，她趁绑匪不注意藏了手机，说被关在一间有红色铁梯的仓库里，能看到江面。整个码头区只有7号仓符合。7号仓，赵明在城西码头蹲了3个月，选的肯定是唯一的制高点7号仓。2楼有瞭望台。副帅，你来的比我想的快。孩子在我身后这间屋里，安安稳稳的睡着呢。赵明，你要什么？钱？傅氏的股份？放人？我都给你。钱？我要傅小明跪在我面前。当年他把我赶出傅氏，骂我是蛀虫废物，让我在青州像狗一样活了5年。现在他老婆在我手里，孙子也在我手里，你说他贵是不贵？800万现金，你拿了现在就走。孩子留下赵敏，我和傅家的恩怨你冲我来。800万，哥，800万够我们跑路了。孩子留下赵敏，我和傅家的恩怨你冲我来。800万，哥，800万够我们跑路了。东东那边反正判定了，别管他了。800万不够。傅帅，你让苏婉婷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傅小明，让他跪在电话那边磕3个响头，叫3声赵爷我错了，我就放一个孩子。我打，别听他的，打了第一个他就要第2个。傅帅，我只给你3秒钟。我打！你别动他！苏小姐，孩子找到了吗？傅叔叔，你能对着说一句赵爷教我错了吗？赵明要听。赵明，我错了，当年不该赶你走。你放了孩子，回来，我给你傅氏的股份。赵明，结束了。
东东这条线终于断了。苏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引狼入室，要不是我当年心系了赵明，孩子也不遭这罪。赵太太，你先起来，孩子还在看。奶奶，你不要哭，我没事。一个都没少，我说到做到。5年了，从今天起，终于没有人能偷走我的孩子了。爸爸回家吧。苏婉婷，下辈子我还会来找你的，你等着。东东，你不必等来世，你会在里面待很久，我会好好活着，带着我的3个孩子过得好好的。你每天在牢房里想起来，都会比我痛苦10倍。结束了，终于结束了。妈妈，你以后不用怕了，我和安安都会保护你。还有我也保护妈妈，安安也保护，一家人一起保护。苏婉婷，这次真的全家团圆了。孩子们都睡了，今晚属于我们的约会。我不累，看他们3个躺在一起，我舍不得闭眼。你说他保释期一满就释放，没有附加条件？程序上没问题，但他的全部资产被冻结，赵明和夏鸿飞也供出他是主谋。他现在无家可归，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的人最危险。副总，建议您和家人暂时转移住处。苏婉婷，东东放出来了，他的同伙全进去了，但他一个人还在外面。他知道我们住哪，知道孩子在哪所学校，知道我所有弱点。他出来就是要同归于尽的。所以今天搬家，我在城东有一套安保级别最高的别墅，前后监控，外围保安24小时。你、孩子、张妈全部住过去。好，这次我不跑了。我在城东有一套安保级别最高的别墅，前后监控，外围保安24小时。你、孩子、张妈全部住过去。好，这次我不跑了，我搬过去跟你住。苏婉婷，这句话我听了5年。这一幕我想了5年。副总，大白天的注意形象。苏婉婷，楚婉婷，出来见我！你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东东，你已经输光了。东东，你已经输光了。逃狱加寻衅滋事，你判刑只会更重。我什么都
都没有了，钱、房子、自由全被你们毁了。苏婉婷，你偷走了我的一切。当年要不是我，你能进得去博悦酒店，你能怀上富帅的孩子，你该谢我。乖，安乖，谢你，谢你把我儿子偷走卖给赵家，谢你让我5年不知道第3个孩子还活着。东东，你想拉我下地狱，可我现在站在地面上。苏婉婷，你出来跟我打一架！你以为你赢了？我告诉你，那条陌生号码的短信就是我发的，赵明就是我指使的，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可我为什么要进监狱？为什么要你全拿走了？东东数罪并罚，判了18年；赵明15年，夏飞行12年。苏丫头，你的冤屈今天终于洗清了。傅叔叔，谢谢您出庭作证。如果没有您的证词，他伪造出生证明的事没那么容易定死。是我傅家欠你的，往后你叫我一声爸，我受得起。奶奶说妈妈嫁进傅家要改口叫爷爷，妈妈你叫呀。叫吧，咱爸等这一天很久了。爸，这顿团圆饭，我张妈等了5年了。当年在医院看到苏小姐抱着2个娃孤零零走出来，我心都碎了。张妈，这些年辛苦您了，要不是您帮我带孩子，我根本撑不过来。张妈，从明天起您搬到别墅来住，工资翻倍，以后您不是保姆，是孩子们的奶奶。傅总，您这话我受不起。受得起，你就是我奶奶。张奶奶，今天累不累？累，但心里那块压了5年的石头终于搬开了。我今天下午让林毅去办，你签字我签过了，民政局那边走特批。什么时候偷的我身份证？上次那枚是我认定你，这枚是法律上你是我太太苏婉婷。5年前博悦酒店那晚我什么都不记得，但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都会记得。嫁给我，这一次不是问句。傅帅，你这个人怎么连求婚都要讲霸道？霸道了一辈子，改不了，你慢慢适应。爸爸妈妈，我们睡不着，想跟你们一起睡。张奶奶说新婚夫妻要单独睡，但她说的时候在哭，我不信她。妈妈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你们又不见了，我能进来吗？我输了。进来吧，都进来，今晚妈妈抱着你们睡。傅先生，你睡最外面，守门。守一辈子都行。富士下季度要推出儿童家居系列，我做了3个方案。第一个主打智能安保，定位高端；第2个主打环保材质，打性价比；第3个是情感陪伴概念，以家为核心做亲子互动家具。苏顾问，你是财务出身转岗设计部，第一个案子就做全系列提案，步子是不是迈太大了？去年儿童家居市场份额前3的竞品，数据、配色、定价策略全在上面。我花了1周跑完5家线下卖场，爬了3万条用户评论。做提案靠的是市场逻辑，不是工龄长短。方2环保材质那条成本能压到竞品70%，供应链我已经对接好了。苏婉婷，下周你带项目组落地打样。苏氏集团的老董事长苏震突然来访，说是谈项目合作。但这老爷子10几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了，今天亲自来。我进去迎。
副总，我冒昧来访是想谈一桩合作。苏氏集团准备进入智能家居赛道，我看中你们设计部刚出的儿童系列方案，但前提条件我要见方案的主创人。苏董消息真快，方案是今天早上才在内部过会的。我也有我的路子。你这玉佩，你哪儿来的？这枚玉佩是我被养父母收养时身上唯一贴身的东西，从没向外人展示过。苏董，这是我生身父母留给我的物件，请问您认识？老傅，她就是我失散27年的孙女，她戴的那枚月牙玉佩，是我苏家嫡女出生时我亲手打的，天下只此一枚。当年你3个月大，家里遭遇变故，买妈抱着你逃难途中失散，我找了27年，花了半辈子人脉和财力，一无所获。你养父母当年是从佛律院把你领走的，对吧？是，我记事起他们就告诉我，我是被遗弃的孩子。他们从来没提过这玉佩的来历。孩子，你是我苏家唯一的嫡亲骨血，你受的苦我全知道。你今天多了个爷爷，哭吧，我在这儿。爷爷，小副总，你现在是我的孙女婿了，苏氏集团所有资源从今天起跟傅氏共享，什么项目合作什么，一家人全给你。爷爷，我不图苏氏的资源，我图苏婉婷这个人。你小子会说话，这门亲事我认了。哈哈。哎，老天有眼啊！我苏镇不光找回了孙女，还白捡3个重孙。今天放假，全家团圆。回家，爷爷带你认祖归宗。各位，今天我苏镇在此正式宣布，苏氏集团全部股权及资产由我失散27年的嫡亲孙女苏婉婷继承，即日起生效。婉婉，叔叔敬你一杯，这27年的苦，往后苏家全给你补上。叔叔，苏镇的儿子，可我爷爷说他是独子，再无后人。谢谢明远叔，请问您是爷爷的？是你爷爷的养子，但我在苏家干了30年，副总裁的位置做了小20年。婉婉以后接岗家业，叔叔全力辅佐你。那往后就拜托明远叔了。苏明远，认亲宴热闹吗？小丫头片子一步登天，我在苏家熬了30年，最后给她做了嫁衣。东东，你当年说偷走她一个孩子能毁她一辈子，结果呢？人家现在3胎团圆，嫁进傅家，还成了苏家继承人。急什么？当年我偷孩子的时候留了一手，那个叫夏红枫的，他手里还握着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当年我办苏婉婷生产手续时，伪造了一份孕检报告，报告里写她孕期吸毒，精神不稳定。那份报告我备份了，藏在赵明旧厂室仓库地板夹层里。只要他曝光，苏婉婷的遗弃罪就有的打。精神不稳定的未婚母亲，生下孩子后被合法收养，
法庭上他连抚养权都争不过。东东，你果然留了后手。东西我告诉你地方，你拿来做文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等我减刑出来，你要给我一笔钱，送我出境。成交。等我减刑出来，你要给我一笔钱，送我出境。成交。他出去打了7分钟电话，回来表情变了3处，右眉微挑，嘴角上翘寸，步伐快了半拍，有问题。东东的同谋还能是谁？苏明远这30年不甘心被我空降劫夫，他想做什么？明远叔，刚才您敬我一杯，现在换我敬您。作为新上任的继承人，我有好多事要向您请教呢。婉婉有心了，叔叔一定知无不言。那就先请教一件事，您认识的东东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东东，他不是已经被判刑了吗？婉婉怎么想起问他？因为有人告诉我，他入狱前最一通电话打给了苏氏集团副总裁办公室的座机。明远叔，您认识他吗？苏婉婷，第1天认亲就学会查人了。你爷爷要是知道你这么不信任家里人，他会伤心的。家里人，明远叔，我走丢了27年，刚回来第1天您就给我倒酒加菜，说全力辅佐，太周到了，周到的得像是家里人，倒像是急着让我放松警惕的陌生人。明远叔，我跟东东斗了5个月，他所有的套路我都摸清了。您如果想走他的老路，最好先想清楚，傅氏和苏氏加在一起，您扛不扛住？副总说笑了，我苏明远30年在苏家勤勤恳恳，行得正坐得端。他在撒谎。明远总，旧厂区仓库地板夹层找到的，东东亲笔签字的那份孕检报告原件。有了这个，他的抚养权官司打到天上去也赢不了。3个孩子，一个都保不住。但傅帅那边盯得很紧。他这2天不是要去东南亚谈合作吗？就趁他上飞机之后。他手里那份报告一旦公开，苏婉婷的抚养权确实会动动。副总要不要提前手接住他？他还没动，现在结了他，报告也能从别处冒出第2份，不如让他先亮牌，我们再一锅端。东南亚那边的合作方临时变卦，要求你3天内亲自过去面谈。3天，太巧了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怕的不是他动手，是怕他不动，动了，我们才能把他盯死。那个假报告一日不回，我一日睡不安稳。我走之后，手机24小时通着，你有事喊一声，我立刻回来。放心吧，你的3个孩子，我一个都不会弄丢。等等，那辆车昨天也停在这儿，好像是。云山大跑！走，别带走，有一个。安安被带走了，车牌挡了。
方向朝城西高速。林毅已经封锁全城出口。你听我说，他们不会伤安安，安安是筹码，他们要用他换你和孩子的抚养权。只要那份假报告还在苏明远手里，他就不会动安安一根头发。他要的是我去换，对吧？因为他们等我主动找上门。等我回来，我凌晨4点到。副帅，安安等不到4点，我去接他。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家。安安，你在哪儿？妈妈，我够不到窗户，他们从上面扔我进来的。有没有哪里疼？妈妈，他们说不许我跑，跑的话就把哥哥们也抓来，我不敢跑。苏婉婷，你果然准时，女儿毫发无伤，我说到做到。苏婉婷，你果然准时，女儿毫发无伤，我说到做到。报告给我，人我带回去，你我之间的事别扯孩子。报告可以给你，但条件不是带人回去这么简单。苏明远，你松手！孕期稀释违检药品，精神评估极不稳定，建议监护人立即割。苏婉婷报告送到法院，你的抚养权自动失效。3个孩子，但副帅只要娶别人，孩子就落进后妈手里。你猜他为了孩子单身一辈子，还是再娶？所以你的计划是？你猜他为了孩子单身一辈子，还是再娶？所以你的计划是用这份假报告毁掉我的抚养权，再逼副帅娶你，安排人好控制副帅。聪明，可惜聪明的太晚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没销毁，而是带在身上来见我，这说明你打算让他当场要我签字放弃抚养权。苏明宇，你太急了，急到没发现我包链上的定位器从进门起就开着。那又怎样？副帅在飞东南亚的航班上，等他回来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3小时前，你助理招了所有室，旧厂区地板夹层的监控拍到了拿走报告的清晰画面。苏明远，你的路到头了。起来，起来，收声！那份报告是真的的，东东亲笔签字的。就算是真的，我有精神科全部就诊记录，3个孩子成长期间所有体检证明，5年来稳定的工作履历和证人证言。东东那份假报告在傅氏和苏氏联合律师团面前撑不过3分钟。我来接你们了。我说过，你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家。苏明远多项罪名全部实锤，助理与鉴定机构全部招供，证据齐全，他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东东那份假报告等于白做，他是不是在监狱里气得摔东西？他今天被加刑7年，
两岸并华25。丫头，你吓死爷爷了！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要独自冒险。爷爷别担心，我全程开着定位呢，景深半小时就会赶来接应。可你不该拿自己安危做赌注，爷爷急坏了。苏明源名下全部股份冻结转移，爷爷也已亲自确认，从明日起，你苏婉婷就是苏氏集团董事长。我孙女就是有出息，27年前弄丢了你，剩下这些年，我要看着你把我苏家的家业经营好。董事长大人第一天就翘班啊？哎呀，董事长给自己放天假嘛。明天开始要连着加3个月班了，今天先陪孩子。你又买戒指啦？哎呀，家里都2对了。苏氏董事长的公章，我让人按你玉佩材质定做，和你的月牙玉佩是一套。苏氏董事长的公章，我让人按你玉佩材质定做，和你的月牙玉佩是一套。傅帅，你什么时候这么会哄人了？婉婷，从你走进我的人生开始，我一直都在学着好好对你。明天林毅安排媒体采访，宣布你接任苏氏董事长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，我在富士设计部连跨3个季度 KPI 都扛下来了，董事长的活儿慢慢学着干就行。婉婷，我们的婚礼你想什么时候办？不急，先把苏氏的摊子理顺，等安安身体彻底恢复，晨晨允浩适应新学校，到时候孩子们当花童，爷爷牵我走红毯，张妈指不定台下哭成泪人。傅帅，5年前我雨夜里跑进你房间的时候，你想过我们会走到这天吗？没想过，但我知道从那天起，我整整找了你5年。今天我以苏氏新任董事长宣布，未来3年拿出2成利润建设儿童医疗救助中心，城西首期免费救治重病贫困孩儿。苏董，您今年才27岁，空降接管百亿集团，第一笔投资就选公益而非商业项目，是否在刻意立人设？这位记者朋友，苏氏财报在我上任前就连续3年下滑，公益投入短期确实不赚钱。国内儿童医疗设备国产缺口价值300亿，前景无可估量。至于立人设，抱歉我没时间，等会儿还要去接孩子放学。这个 logo 是3个孩子设计的，月牙是我从出生就佩戴的玉佩形状，星星代表每个需要帮助的孩子。我27岁才找回自己的家人，所以我想让更多孩子不用等到27岁。妈妈，星星医院建好，我能去哄看病的宝宝不哭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你就是月牙计划首席体验者。我画了楼顶平机，这样重病小朋友能坐飞机看病。我画了游乐场，治病的小孩也能开心玩耍。丫头，你爷爷我撑了半辈子的苏氏，今天觉得最值的一单生意就是你回来。月牙计划建基仪式正式开始。今天建基的不止一栋楼，也是我对孩子们的承诺。我相信
善意会化作星光，给苦难孩童带去光亮。董事长大人，你看我挖的够有劲了。闭嘴，站直身子，记者都在拍摄。林毅，旧厂区那边有动静。副总，有人闯入，但监控记录被人为清除了。我建议你和夫人先行撤离。苏婉婷，你抢我孩子，抢我自由，抢我的一切！今天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你疯了吗？婉婷，快走！这里有我，你从侧面离开，找人来帮忙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要走一起走！走。今天一个都走不了。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出去。你们都留下来陪我吧。不是。婉婷，小心！不是，你睁眼！婉婷啊，景深现在怎么样了？医生在清仓，说是后脑撞击导致颅内出血，现在正在手术，结果还没出来。医生说让我继续等。丫头，你还好吗？你身上都是血，先换件干净衣服吧。我不换，爷爷，这是他的血。患者情况不太乐观，需要直系亲属签署紧急手术同意书。你们谁是副帅直系亲属？我是他的妻子。手术有30%的死亡率，即使成功，也可能引发失忆、认知障碍等后遗症，请您考虑清楚再签。让他活，不管什么后遗症，我都要他活。夫人，东东被警方控制了，这次是越狱加纵火加故意伤害，他彻底完了。他完不完我不关心，副帅要是醒不过来，他万死难赎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患者颅内损伤较重，醒来的时间不好说，也可能有阶段性失忆。医生，谢谢您，只要他活着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妈妈别哭，爸爸说了要守我们一辈子的。爸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还有哪儿不舒服吗？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哪位？你说你不认识我了？我认识我爸，认识赵姨。你是新来的护工。我叫苏婉婷，是你公司的员工。辛苦你来看我。爸，我的手机在哪？公司那边今天有个会要开。丫头，他是不是只记得5年前的事儿？他现在看我的眼神，跟5年前酒店那晚之前一模一样。苏小姐现在有时间吗？
您先生的状况需要和您说明一下。有的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您先生海马体部分损伤，导致近5年记忆缺失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记忆只停留在5年前，近5年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。那后面能恢复吗？不一定，也许明天突然想起来，又或许更久。这个区域受损，恢复概率只有30%。不影响智力，不影响工作，不影响的，认知功能完整，就是记忆缺了一块。那就好。傅帅，你把我弄丢了5年，这次我把这一段还给你。咱们扯平了。爸爸受伤了，可能有些变了，不是不喜欢你们，只是他的脑子生病了，把最近5年的事忘掉了。你们进去的时候别害怕，可能他看你们的眼神像看陌生人。那妈妈，爸爸是不是不记得安安做过心脏手术了？只是现在不记得了。别害怕，妹妹，这次我们一起让爸爸记起来。好，我们一家人一起让爸爸记起我们。你们这是？叔叔，你请我吃过巧克力，你忘了也没关系，我再请你吃一次。这3个是你的孩子？是我们的孩子啊。我知道傅帅你把我们忘了，但是没关系的。这一次我重新追你。这张照片我存了5年，翻遍了全市监控，找到的打印店打出来的，一直不知道是谁。5年前就拍了。昨天在 ICU 看到你背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眼熟。你拿牛奶杯转身的动作，跟这张照片一模一样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5年前雨夜跑进你房间的女人是我，生了你3个孩子的是我，嫁给你的是我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这辈子都想不起来，你会不会走？不会，你当初用了5年找到我，现在换我陪你慢慢找回来。爸爸喝牛奶。副总现在记忆缺损，无法正常决策。我提议由董事会临时推选代理总裁，等副总康复再说。对，海外那个东南亚项目就是因为你缺席导致合作方不满，现在对方要求重新谈条款，你能记得合同内容吗？各位股东，根据富士集团章程第10条，总裁因健康原因暂时无法离职时，可由其配偶持授权权书代行决策权。这是副总住院前签署的全权授权书，公证处盖章，律师见证，齐全。就算有授权书，你苏婉婷只是财务背景，富士核心业务你懂多少？3天前我已经做了全套方案，对方要求重谈是因为看到了副总受伤的消息，想趁火打连接。我提前摸底了对方3个高管背景，发现其中1人的妻子就在富士竞争对手公司任职，这波涨价是里应外合。授权书在这里，方案在这里，副总坐在这里。各位要是还想推举代理总裁，可以先签一份风险自担协议，如果3个月内富士业绩下滑，代理总裁个人承担全部损失。谁签？既然没人反对，今天的会就到这里。苏婉婷今天正式兼任富士执行副总裁，我的所有权限对她开放。散会。那份授权书是我10亿前签的。是。你说万一有一天你出事了，让我接手所有事。你当时写的时候还笑，说反正你跑不掉了，替我管2年公司怎么了？
我那时候一定很喜欢你。心动。不喜欢，是心动。那张照片背面，昨晚才看。他们每天都在这样。从你出院第一天就开始了。作战记录写满了一抽屉，我不好意思给你看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请客，不带孩子。副总约我，你恢复记忆了？没有，但照片背面那句话提醒我了。既然5年前我会找到你，那现在你站在我面前，我错过一次，说不过去。这5年，你是怎么一个人带大3个孩子的？打工，白天在便利店收银，晚上给设计公司做兼职绘图，后来去了复试面试，被你招进去的。这段你记得吗？这段你记得吗？不记得，但我查了入职记录，面试那天你迟到了，因为路上救了个人。救的是你爸。他那段倒是记得，还经常挂在嘴边说，我儿媳妇救过我命。我不记得那些日子，但看到你切牛排的姿势，刀尖朝内，手腕不用力，我就想帮你切。这个本能没丢。副总，你这样会让我以为你在追我。你这样会让我以为你在追我。我在追。有件事，我想试试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头疼？你洗头用的薄荷味儿。我用了5年这个牌子，你以前每次都会说太凉了，然后还是凑过来闻。闻到的瞬间，脑子里闪了一下。你湿着头发坐在窗台上，在给你擦头发。你记起来了？没有完整的画面，只有那一个瞬间。但那个瞬间很暖，是我这段时间所有碎片里唯一带着温度的。那就记住这个温度，剩下的慢慢来。我觉得爸爸快想起来了。苏婉婷，明天的约会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去这里。我想把那天晚上重新走一遍。这里应该有个安全门。你记得？画面很碎，有人从这道门跑出去，外面在下雨。苏小姐，5年没见了，3208房自您之后一直锁着没对外用，富士集团每年续租，说是
特殊用途。你续的？我不记得，但肯定是我。你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反手锁了门，对吧？你记得这个？不记得脸，但记得反锁的动作。你怕有人追你。那天我被养父母赶出来，连夜雨里跑了1个多小时，有人尾随我进酒店，我慌不择路推开门，就是这件。然后呢？然后你把我按在墙上，你说你也是被送来的。你说了句话，我没听清，雷声太大了。我说我不是被送来的，我是逃命逃进来的。逃命逃进我房间，然后生了我3个孩子。苏婉婷，5年前那天晚上，我是不是也说了什么？你说晚了，然后你吻了我。想起来了？没有全部，但刚才那一下，味道对了，就是那晚的味道。我查这张截图的时候，调了整个酒店前后3天录像。你进房间之后，有人在走廊里站了40分钟。谁？东东，他在那儿站了40分钟，直到确定你没出来。他设计把我送进你的房间。他算准了你逃不掉，也算准了我会负责，但他漏算了苏婉婷。那晚之后我没有后悔过。5年来我查你，不是要负责，是要找人。长长奶奶说你们来约会，我们也想约，我们带了零食一起约。我们只是路过，你们继续。回家，今晚爸爸给你们讲故事。回家，今晚爸爸给你们讲故事。你看到了？黑风衣，侧脸轮廓，跟5年前监控截图一样。王姐，刚才有人从大堂经过吗？没有啊，副总，这个点没什么客人。您要查监控？不用，林已经在调了。坐到车后面去！东东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有人绑我！杜明又在外面还有人！你以为你们赢定了？一家五口整整齐实吧！我成全你们！带孩子们上车，锁门，别出来！这是……
我不是被送来的。爸爸别怕。东东，偷我儿子，烧我婚礼场地，伤我妻女，这账今天彻底清算。你头撞了，医生说了不能二次撞击。我想起来了，全部。苏婉婷，博悦酒店那晚，产房门口面试，董事会月牙计划，安安手术，我全记起来了。5年的话再说一次，苏婉婷，嫁给我。爸爸想起来了。戒指早戴上了，你的失忆也治好了。富帅，你还有什么要补给我的？还欠你一场婚礼。场地被东东炸了，那就换一个。月牙计划工地楼顶，我让林毅连夜搭台。哥哥，我撒的比你远。不要乱跑，要慢慢走。婚礼录像可是要放一辈子的。香香的，张奶奶说这是从云南空运来的。丫头，爷爷这手抖得厉害，你要是摔了……爷爷，您牵住了我就不会摔。27年前您没牵到，今天补上。妈妈，准备好了，爸爸在看你。富帅，我孙女交给你了，你要是再把她弄丢一次，我拄着拐杖去复室门口骂你3天3夜。爷爷，不会了，5年前是意外，以后全是主。今天没有长篇祝词，就说一句：孩子，你们终于回家了。5年前你逃进我房间时掉了这半枚玉佩，我捡到之后一直收着。5年来我查你的每一步，它都在我口袋里。今天物归原主。富帅，你连这个都藏着。藏了5年，该还了。苏婉婷，3年前我弄丢了你的人，3个月前我弄丢了关于你的记忆，但有一件事5年来从未丢过，想和你过一辈子的决心，你愿意吗？愿意，5年前就愿意了。福帅，你迟到了5年，但以后每天都要准时。月牙计划儿童医疗中心正式剪彩开始。以后生病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。
我妈妈说不收钱，我负责送糖。我做过好多次手术，每次进来的时候我就想，打完针就能吃到糖了。你试试，数到10就打完了。你女儿像你，当年你抱着她进出医院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样哄她的？没有，那时候我穷，买不起糖。我跟她说，妈妈亲一下就不痛了，她就信了。这地方比你爷爷当年盖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好。爷爷，月牙计划明年要在全国开5家分中心。苏氏内部有人觉得烧钱，但我觉得用钱换孩子的命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赚的。做生意讲良心，走得远。你爸我当年创业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。现在你做对了。哎呦，你们3个小桃皮！丫头，爷爷老了，能看到你站稳脚跟，看到4个重孙活泼乱跳，我走也走得安心。爷爷别说这个，您还要看着月牙计划开到第10家、第20家，到时候让安安给您发荣誉院长的聘书。好。今天我看到安安牵那个小朋友进诊室，他回头看你那一眼，跟你5年前从我房间离开时回头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。你还记得那个眼神？恢复记忆之后全连起来了。那天早上我醒来没在，但有股味道留着，你洗发水的薄荷味儿。我在窗台上看到你回头那眼的投影，是窗帘被风吹起来形成的影子，但我总觉得那是真的。是真的。那天我走到电梯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门缝，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但我心里想的是个男人，我还会再见到。你做到了，我也做到了。爸爸，快来！哥哥在地上发现了一只刺猬。番外拍完了，该收工了。还早，后面还有50年呢，每一年都是番外。这只刺猬可以养在医院里给小朋友看吗？我叫安安，我5岁的时候也做过手术，头上也剃了光头，后来长出来啦，比原来还黑。真的会长出来吗？真的，骗你是小狗。我妈妈说星星纸里面写了愿望就能实现，你写一个折起来，等头发长出来了再看。月牙小天使今天又做业绩了。安安以前在病房也是一个人，那时候我忙着赚钱，张妈陪着她比我多。她怕打针，给自己折星星纸，折了整整1罐。以后不会了，我负责陪他折纸，你负责赚钱，分工明确。副总，我可苏氏董事长，你让我主外，那我主内，带孩子，折星星，给老婆泡咖啡。你下班回来，我还能给你捏脚。苏董，谢谢您。朵朵的病本来就是稀有型，好多医院不收，您这边全免费，还安排了最好的专家。月牙计划就是做这个的。朵朵康复之后想回来当志愿者也行，到时候安安给她发徽章。好啦，你现在也是小天使了，等你头发长出来，我们一起去天台滑滑梯。丫头，
你爷爷我活了70多年，见过的大楼多了去了，这一栋最值钱。当然值钱，每一颗星星背后都是一个孩子。爷爷，您说这墙值多少？无价。我孙女盖了栋无价之楼。明天早上我想吃馄饨，城西老街那家的。好，6点起来去买，趁你睡醒之前端回来。嗯。今天算正式开园，大家一起合个影吧。快来拍照啦！好，来，3、2、1，这张挂我办公室去。挂，放大到整面墙都行，让所有股东看看什么叫人生赢家。小心别踩到刺猬吧。孩子怎么了？孩子怎么了？胆道阴塞，医生说手术费要40万，我跟我老公都是打工的，凑不齐。看到这里写着免费救助，我就想来试试，但怕不符合条件。阿姨，你写愿望就能实现，我按妈妈说的算数。现在符合了，去2楼办住院，陈主任在，后续所有费用走月牙专项基金。不用贵，我也是单亲妈妈过来的，好好带孩子治病，治好了来月牙当志愿者就行。你女儿现在成了月牙计划最强地推。她比我强，我当年在医院没人递纸，她替我把这份递出去了。你女儿现在成了月牙计划最强地推。她比我强，我当年在医院没人递纸，她替我把这份递出去了。今天是一家人团圆1周年纪念日，我和允琛负责策划，安安负责保密。妈妈，我们保密了1整天。今天几号？我都忙忘了。11月17号，1年前你从博悦酒店走出来，我追进消防通道那天，孩子们3天前就在准备蛋糕了。张妈瞒着不告诉我具体内容。爸爸妈妈，你们5年前认识，1年前正式在一起。那以后每年今天，我们全家都要吃蛋糕。这是我画的，爸爸1张，妈妈1张，我们3个1张，以后每年都画新的。妈妈这辈子最走运的事，就是5年前那个雨天，推开了那扇门。我最走运的事儿是那扇门后是你。你煎蛋的动作，我好像见过。什么动作？翻面的时候手腕先抬再压，跟我妈教我的方式一样。那你还记得教我的这个人是谁吗？不记得，但这个动作我看了5年。爸爸妈妈在说悄话。爸爸耳朵红了。爸，我做噩梦了，
梦见你又把我忘了。爸爸再高点。爸爸，你明天还给我举高一下好不好？好。这幅画我好像见过一个差不多的，在医院的玻璃窗上。我画了好多张贴在窗上，跟你说爸爸快醒来看我画的。护士姐姐说你在睡觉，我就每天都贴新的。宝贝画得真好，这是送给爸爸的礼物吗？嗯。我好像记得这句话，我跟你说过吗？你说过，晨晨3岁生日那天，你抱着他，我抱着安安，允琛拽着你裤腿。你说一家5口站成月牙，弯弯的，谁都不掉队。那你呢？你掉过队吗？掉过，但现在你把我拽回来了。副总，这围裙啥时候换的？以前那条黑围裙呢？被我和哥哥涂鸦了，上面画了全家福，爸爸舍不得洗。那条洗了会掉色，我裱起来了。裱起来了，挂在哪儿了？书房墙上，跟那张结婚照并排。妈妈，外面奶奶在门口看星星树，她手里拿着我们月牙的袋子。可能是家属，有孩子在月牙治过的，路过就会停下来看一会儿。这个月已经第3个了。你建的这地方现在成了整座城市的地标。我开车路过城西的时候，导航说前方月牙计划医疗新，不是城西区。副总，你是在夸我还是在夸导航？夸你，也夸当年那个雨夜跑进我房间的女人，她胆子真大。是你先拽住我的。苏董，我干了30年工地，头回在盖的楼里听音乐会。这帮护士手真巧，输液管都能做成荧光棒。王叔，你那批工友还在吗？上回说想给家属楼也种星星树，我批了。在，都在。苏董，我跟您说句掏心窝的，我干了30年，以前觉得盖楼就是盖楼，钢筋水泥的事儿，盖完月牙之后，我才觉得我盖的是人心。那您可得再干20年，月牙要盖到全国去，缺不了老生傅。安安说要上台唱歌，被我拦住了。他今天在幼儿园学了首《孤勇者》，要是唱了，整个医疗中心都得跟着嚎。副总，你越来越像个带孩子的人了。我本来就是你生的，
你选的。